荒无人烟的公路上，刚结婚没多久的利弗和威尔来到了户外度蜜月。迷人的丈夫，贤淑的妻子，似乎预示着这是一趟甜蜜浪漫的旅程。不曾想，就在威尔惬意地将头枕在了座椅上时，利弗竟慢慢地露出了一副诡异的表情。而就在1天前，女人在筹备这趟蜜月旅行时，竟意外在丈夫的笔记本里看到了一个可怕的秘密，那就是威尔一直背着她和别的女人在约会。关键这并不是让利弗气愤的主要原因，而是威尔竟然答应了那个女人，会在不久后离开利弗。这对于刚刚结婚又憧憬幸福生活的利弗而言，无疑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和笑话。在利弗心碎的这一刻，复仇成了她唯一的选择，而杀掉丈夫这4个字也在利弗的脑海里越来越强烈。所以这趟蜜月之行恰恰给了利弗一个报仇的机会。至于杀掉丈夫后该如何全身而退，利弗早就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。她知道威尔有着严重的恐高症，于是贴心地告诉丈夫，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去直面内心的恐惧。在利弗的花言巧语下，威尔终于拖着沉重的步伐向悬崖边靠近，利弗还不忘鼓励一番。Trust each other, right? Right, yeah. 就这样，在利弗不停的鼓励下，威尔终于握紧了利弗的手，站在了悬崖边上。为了让他放下戒备，利弗主动拿出手机来了一张亲密合影，随后女人悄悄地往后退去，而威尔似乎也真的放松了下来。就在他准备眺望远方的风景时，利弗慢慢地伸出了右手。万万没想到，如此良机竟被一个问路的大妈给突然打断。看着热情的丈夫走过去帮忙，利弗明白她失去了机会，不过她并不会放弃，只要在蜜月期内将丈夫杀掉就行。于是更多的计划开始浮现在她的脑海里，比如趁着威尔不注意，直接用石头砸烂他的脑袋，可是这处理起来太麻烦；又或者利用食物链来一招弱肉强食，将狗熊引诱到帐篷里，让威尔命丧熊口，可是这样太复杂而且也不方便。要不就在开车时去干扰威尔的注意力，不过这样的话连利弗自己都可能小命不保，而想要杀死丈夫又不引起注意，那必须要让他死在非常寻常的意外事故里。接下来利弗再次有了一个好机会，她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丈夫发生意外，而事后人们绝不会怀疑到她的头上。因为这一次两人报名了漂流的体验项目，所以利弗在丈夫准备东西时先一步登上了船，然后对着丈夫座位上的束脚带一阵划拉，等到差一点点就会崩断时，她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坐在一边。当上来的丈夫不知情地将脚束缚进去时，死亡的阴影便笼罩在了男人的头顶上。随着整个漂流船开始缓慢地向远处飘去，利弗相信只要路过前方那片湍急的水流，在巨大的惯性下，丈夫有很大的可能会被冲进水里。接下来的情况确实如利弗所料，随着一大波浪水袭来，威尔真的被瞬间冲下了水。看着丈夫不停地求救，利弗竟鬼使神差般地伸出了手，或许只是做做样子吧，但没想到又一股浪水袭来，她也被瞬间卷进了水里。本以为小命即将不保，谁曾想丈夫竟然奋不顾身地冲向了她。事后两人都幸免于难，好在威尔并不知道妻子要谋害他。他们为刚才惊险的一幕举起了庆祝的酒杯，而被丈夫所救之后，利弗的心里突然有了一丝犹豫，她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对这个男人动手。就在她开始动摇的时候，这天晚上威尔的行动再次坚定了利弗的决心，因为威尔竟然背着利弗和小三保持联系。于是第二天在继续蜜月旅行时，利弗准备慢慢寻找时机让威尔丧命于意外事故。这一次两人准备进行一场森林徒步，没想到的是，两人刚抵达森林的入口处，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突然叫了声威尔的名字。看着眼前这个性感妖娆的女人，利弗的第六感瞬间意识到，她可能就是和威尔一直保持秘密联系的小三。威尔的表情也似乎说明了这一切，不过利弗全当自己并不知情，随口询问了句他是谁。威尔紧张不已地解释这是自己曾经的同事，名字叫做卡拉。卡拉热情地和利弗拥抱了一下，然后询问两人是不是也要进行徒步旅行。威尔表示没错，说着就要先一步带利弗离开。不曾想这是一个男人突然走了过来，而他正是卡拉的现任男友。双方短暂的交流，彼此相互介绍了一番，最后在卡拉的建议下准备结伴同行。步入山林之后，漫山遍野的树木绿得让人发慌，而绿这个字一会成了一个形容词，一会又变为了一个比喻词。走了没多久，利弗突然和卡拉的男友走在了最前面，也趁着这个机会，他终于确定了自己的猜测，与威尔一直保持联系的就是卡拉无疑。因为多了其他人在场，所以利弗放下了暂时除掉丈夫的心思。不过既然找到了问题的来源，利弗决定先去观察卡拉这个人。就这样，几个人一路走到了河边，
不得不说这里的风景的确美得像一幅画。卡拉经受不住诱惑，准备下河游泳一番，而威尔也趁机去旁边解决一下内急。可这个男人却边走边把目光看向了卡拉，直到不小心掉进了坑洞里。不过利弗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卡拉就先一步跑了过去，看起来很是紧张的样子。这一幕直接让利弗实锤了两人。此时他的内心只有一句话，那就是既然你们不仁，也就休怪老娘无义了。晚上回去后，几个人聚在一起畅饮了几杯。等回到房间后，利弗已经醉得瘫倒在了地上，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。利弗稍微清醒时，却发现威尔不知去了哪里。迷迷糊糊的他走到了桌子前，拿起了威尔的手机，结果却发现里面有一条信息，上面约定在凌晨1点瀑布那边见面。很明显，这一定是卡拉。于是愤怒的利弗不再犹豫，在大雨滂沱的夜里，他只身来到了约定地点。正巧看到一个身披雨衣的人站在那里，也不管3721，利弗直接愤怒地冲了过去。可回到住处后，利弗却不免有些悲伤，毕竟刚结婚1周，谁会想到这个曾经深爱自己的男人，竟然会在结婚后做出背叛？毕竟人已经杀了，接下来该如何面对警方的盘问和清除证据，成了首要关键。于是利弗先是仔细地洗漱了一番，然后删除了卡拉发给丈夫的信息，接着将房间内的卫生打扫干净，又对着镜子开始练习编造的口供。We had dinner downstairs. It must have been dinner downstairs and came back to our room early. And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. 不曾想，就在这时，一阵敲门声传了过来。利弗有些紧张，她还以为是卡拉和她的男友找了过来，于是整理好情绪，打开了门。原来丈夫根本就没死，那昨天晚上她推下去的那个又是谁？有点反应不过来的利弗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为了确认情况，她再次打开了门。当那张帅气逼人的脸映入眼帘时，利弗还是接受不了自己杀错人的事实，她再次将房门关闭，躲进了屋内。丈夫威尔还以为她因为自己一夜未归而生气，所以在外面解释自己昨晚喝醉了，直接躺在娱乐室睡了一整晚。那也就是说，这家伙一直都没有离开旅店。利弗这才意识到，她推下去的很大可能是卡拉。结果诚如她的推测，当看到卡拉男友一脸着急联系不上女友的样子，她终于确认卡拉被自己推下了悬崖。可她根本不敢告诉任何人，而一直联系不上卡拉。卡拉的男友最终选择了报警，警方很快组织了搜救行动，就连其他的游客也纷纷自发组织进入山林里寻找，利弗和威尔也加入了其中。不过利弗寻找得很是用心，他不在意卡拉是否还活着，他在意的是昨晚把对方推下悬崖前，曾把威尔送他的项链扔在了地上，为避免自己受到牵连，所以他想趁着其他人没有发现时拿回来。好在利弗比较幸运，在歇息的间隔，她看到项链就在威尔的脚边，借着给丈夫按摩那崴着的脚时，她偷偷拿回了项链，心里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可看到丈夫那着急又担忧的样子时，利弗突然希望卡拉最好埋没在这片森林。然而天不遂人愿，搜救队告诉威尔，卡拉被找到了，只不过受到了很严重的伤，现已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。这番话让利弗的心瞬间紧张了起来，因为对方很容易推测到是谁下的毒手。然而当利弗几人赶到医院时，卡拉却因创伤性脑损伤而失去了部分记忆，他忘记了昨天发生的一切。这对利弗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，他对着卡拉轻声安慰了一番。 I am so sorry this happened to you. 在卡拉接受治疗的这几天，利弗的生活再次回到了正轨上，仿佛那晚的一切只是一场梦。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天早上他无意中听到卡拉因为伤势过重已经失去了生命。看着卡拉男友悲痛欲绝的样子，利弗终于露出了不知所措的内疚感。他来到隐蔽的角落，开始抱头痛哭。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利弗整理好情绪，刚回到酒店，威尔突然拉住了他。男人急匆匆地将利弗带到了外面。原来警方正在调查卡拉出现意外的原因。威尔害怕他和卡拉的关系被曝光出来，所以这一次他主动交代了自己之前的背叛，承认自己和卡拉有过一段恋情，但那都只是以前的事了。威尔希望得到利弗的原谅，也求他帮自己提供不在场证明，因为卡拉出事的那晚，他并不能提供不在场证明，所以只能拜托利弗帮他，证明那晚他和利弗一直都在一起。听到这里的利弗笑了，笑的是那样可悲。虽然他的内心也想要对方帮自己串供，但这个男人可真让他太失望了，竟然到了现在还在欺骗自己。什么以前的恋情，完全就是胡说八道。而就在两人说话时，警察突然找到了他们，要求两人前往大厅做一下记录。威尔表示马上就来。在警察离开后，他用恳求的目光看向了利弗。当他们来到大厅后，威尔表示那晚他和利弗一直待在酒店房间里，根本没有出来过。看他说的煞有其事的样子，利弗并没有戳破，
毕竟这对他也有利，甚至对警察肯定了他描述的一切。最后警察感谢了两人的配合，不过在法医的结果以及现场的勘测报告出来之前，警方要求他们要随时保持能够联系的状态。威尔笑着答应了下来。等警察离开以后，利弗与他的感情似乎也在这一刻彻底的破灭。接下来两人重新回归到了城市，虽然也在一起生活，但却形同陌路。然而在参加利弗母亲举办的聚会时，威尔却突然找到了他。他神色紧张地告诉利弗，警察那边打来了电话，卡拉并非意外身亡。而威尔来找他自然也不只是聊天。从现在警察的调查能力来看，威尔与卡拉的不正当关系迟早会被警察查到。为了自己的名誉，他只能向利弗坦白了一切，希望利弗能继续帮他做伪证。只不过他不知道利弗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，而为了让自己摆脱嫌疑，利弗只能大度地接受丈夫所做的种种背叛。她让威尔交代了与卡拉之间所有的联系方式，准备在警方调查之前清除掉卡拉与威尔的聊天信息。好在卡拉发送短信用的都是一次性手机，而且卡拉生前比较多疑，喜欢发完就把信息删除，所以手机短信的事他们不必担心。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往来邮件。讲述完这些，渣男看到妻子竟然没有表现出任何过激行为，还以为利弗大度地原谅了他，于是把他和卡拉怎么秘密约会并见面的方式全部讲了出来，甚至曾经还把家里的钥匙给了对方一把。结果这句话直接给利弗整破了防，因为这意味着卡拉可能趁他不在时来过他们家里很多次，感觉到家里到处充斥着对方的气息后，利弗终于痛斥男人的混蛋。但不管怎样，现在首要的任务是销毁一切证据，这不是为了威尔，而是为了他自己。于是他先让威尔前往公司，因为威尔和卡拉是同事关系，所以一直都借用公司的电脑互发邮件，只要删除彼此的往来邮件即可。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，威尔很快删除了两人交流的邮件。等搞定这一切后，两人又一起来到了卡拉的家里，然后打着安慰卡拉男友的幌子，趁机从这里找到了他们家的钥匙。拿走钥匙后，基本上已经清除了威尔和卡拉之间的所有联系。巧的是，当他们离开卡拉家后，警察就找上了门，他们需要再次对两人进行一些询问。而在警局里，两人用提前串好的口供向警方表示他们与卡拉并不熟，只是碰巧遇到了才在一起相互聊了聊。因为没有其他的证据，警方做完笔录后就让他们离开了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不久后卡拉的男友却被当作嫌疑人给抓了起来。原来警方在对卡拉生前的一切进行排查时，竟无意中找到了不少现金和新的身份证明，甚至还有一份新房子的租赁信息。看起来这似乎是为离开做准备的，而卡拉的男友从来没有说过这一切，这与男人之前所说的明显大相径庭。因为在卡拉男友第一次的讲述里，他说和卡拉的关系非常好，甚至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但看现在这种情况明显不是。警方质问他为何要撒谎，男人沉默了，或许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卡拉男友被抓的事很快传进了威尔和利弗的耳朵里，没想到这件事威尔竟然知道答案。原来在他们进行森林徒步的那晚，卡拉的男友向卡拉求婚，但却被卡拉给拒绝了。男人想不通为什么，只有卡拉内心知道他爱的人是威尔，而且早就准备好了要和威尔远走高飞，所以才拒绝了男友。威尔的这番话让利弗突然想到，如果把此事告知给警方，那么有没有可能让卡拉男友的嫌疑更大？可威尔却不同意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消息的来源。不过即便不用他们说，其他的目击证人也提供了不少有用的线索。有人看到卡拉那晚曾待在走廊里哭泣了很久，所以警方根据这些信息推测，或许卡拉的男友因为接受不了卡拉拒绝自己，才对其展开了一系列报复，但这也只是推测，没有实际证据。不过现在警方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他的身上。就在利弗以为暂时可以摆脱警方的纠缠时，利弗的母亲突然找上了门。他意外在这栋房子里发现了一组卡拉的照片，也终于明白女儿正在遭遇什么样的背叛，所以想要带女儿离开这里。但这些话却让利弗瞬间崩溃。当初选择威尔就是他自己的决定，尽管家人不太看好，但利弗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威尔。没想到最后得到的却是一个渣男，所以现在他自己选择的路，哪怕哭着也要走下去。看到女儿依然如此倔强，利弗的母亲准备带着照片去警局举报威尔。也就在这时，利弗说出了自己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妈妈一把捂住了他的嘴，并警告他不要乱说。老母亲宽慰利弗不要太难过，既然是这个渣男造成的后果，就要想办法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。至于如何去做，那就要看利弗自己的能力了。等母亲走后，看着手中的照片，
利弗再次起了杀心，如若不是威尔，他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所以利弗心中又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。巧的是，卡拉的男友正好因为没有证据被释放了出来。他本想向利弗求证卡拉有没有说过要离开他的话语，但利弗却告诉他，想要知道答案今天就来他家。晚上威尔热情地准备了烛光晚餐，想要和利弗重归于好，希望他能放下自己背叛的芥蒂。但利弗从一开始就想要刀了这个渣男，如果不是杀错了人，他可能还在计划着除掉威尔，所以利弗不可能会原谅他。就在两人争论不休时，卡拉的男友闯了进来。利弗此时只有一个想法，借刀杀人。他用激将的方法让威尔自己承认了和卡拉的关系，威尔还傻傻的让他不要伤害利弗。不曾想卡拉的男友早就处于崩溃的边缘，他怀疑过卡拉背叛了自己，所以当得知这一情况后，他二话不说就冲向了威尔，两人迅速扭打在了一起。没用的是，威尔没两下就被打晕了过去，而卡拉的男友恨利弗早就知道这事还瞒着不说，所以连他也想一起除掉。所幸利弗摸到了旁边的纪念石块，计划再次被打乱，卡拉又杀了一人。利弗将卡拉的男友反杀之后，她和丈夫威尔都被带到了警局。可此时他们夫妻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因为之前在卡拉那起案件上已经做了假的口供，所以目前这两个人只能先将狼狈为奸贯彻到底。在夫妻俩的配合下，杀害卡拉男友这起案件，利弗最终被判定为过失杀人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一切似乎回到了风平浪静的时候，只不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一旦出现裂痕，就会很难再恢复如初。尤其是利弗对威尔的背叛一直耿耿于怀，所以他最终忍不住提出了离婚。然而这个决定威尔却不同意。Fucking look at me when I'm talking to you! No idea how much I regret not leaving when I first found out. 听到利弗这么说，威尔随即说道 But it's my word that keeps you safe.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It wasn't self-defense. I'll say you meant to kill him. Like I said, we're not getting a divorce. 利弗怎么样都没想到，威尔竟会用谋杀卡拉男友的事来威胁自己。假如他真的去警局证明自己不是过失杀人，而是蓄意谋杀，那么他以后的人生算是毁在了这个男人的手里。想到这里的利弗再次产生了一个想法，他要让这个狼心狗肺的混蛋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表面上利弗对于威尔的要挟先是选择了屈服，可背地里他则会偷偷的用手机录音，接着在男人卸下防备的时候，引诱他说出那晚自己的确是过失杀人的话。这些话一旦被手机录音作为证据，这样利弗便可以从过失杀人案件中真正脱身，而接下来的事情也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这天威尔带着利弗来到机场，准备前往伦敦，看着顺从的妻子，他还以为利弗真的已经原谅了他，殊不知他却早已掉在了利弗设计的陷阱之中。就在两人准备登机时，警察突然找上了他们。 Would you come with me? 随后他们便被带到了审讯室，而当之前审问过他们的两个警察出现在面前时，威尔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何事，甚至对他们的这种行为非常不满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瞬间浇灭了男人嚣张的气焰。只见警察将一段亲密的视频放了出来，而里面的主人公正是威尔和已经死去的卡拉。这无疑将先前威尔所说的一切口供全部推翻，而且故意隐藏这种不正当的关系。警察当然也会怀疑是威尔杀了卡拉。随后警察以威尔涉嫌谋杀卡拉逮捕了他。情绪崩溃的男人还本能的想要利弗来救自己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其实都是利弗所为，是他将这段亲密的视频给了警察。当然，这些想要落实威尔杀害卡拉的证据还不够，接着该是利弗上场的时候了。她将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身份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一边说着不愿去相信丈夫会背叛自己，成功获取到警察的同情后，又假装不经意间将卡拉遇害那晚威尔不在房间的事情透露给了警察。至于她为何会帮助丈夫做假口供，她就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惧怕丈夫的温顺小白兔。然而这时的威尔还是对杀害卡拉的事矢口否认，毕竟他确实不是杀人真凶。只不过利弗既然决定了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，那么就不会给他翻身的机会。于是他再次偷偷地向警方提供了一份证据，那就是卡拉被推下悬崖那晚所穿的雨衣，那本来是威尔的，但是没人知道。而利弗之所以误杀卡拉，也是把穿着威尔雨衣的卡拉认成了丈夫，所以在利弗的指证下，警方也在雨衣上提取到了威尔的 DNA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不管威尔再如何狡辩，他都还是被判定为凶手，锒铛入狱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利弗的生活仿佛回归到了平静。然而这天，他却收到了一通来自监狱的电话，原来是威尔希望能够见他一面，毕竟也是曾经深爱过的人。
利弗答应了他。没想到两人刚一见面，男人就斥责利弗才是杀害卡拉的凶手。在监狱的这段时间，他已经想明白了一切，可他自始至终想不通的是，利弗为什么不杀自己，反而杀了卡拉？难道是不忍心伤害自己吗？不曾想利弗却这样回答 Because I thought it was you. I know you made me.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。